2000年，三峡大坝工程在施工过程中，中方向日本进口了引水钢管。结果，当我国技术人员进行检测的时候，发现这些钢管竟然是残次品。当时，三峡大坝施工对建筑材料提出了极高的要求，其175米的巨大蓄水高度要求水流从110米高的闸口喷出，形成高达每秒1020平方米的惊人流速。这些钢管要具备超强的抗压能力，至少达到1.75兆帕的极限压力，相当于17吨的巨大载重，同时还必须经受住40焦耳以上的冲击力考验。为确保长期稳定运行，它还需要被全部埋入混凝土中。可以说，这些对材料性能的苛刻要求，对当时的中国钢铁工业无疑是一大挑战。鉴于当时我国的工业还在起步阶段，中国钢铁很难满足如此高规格的技术要求。因此呢，为了顺利推进三峡工程，中国不得不采取了国际招标的方式，寻求海外优质钢铁供应商。2000年，日本钢铁制造商住友金属工业公司中标，获得了向中国提供4000吨低合金碳素结构钢板的合同。这批钢板总价值170多万美元。然而，令人失望的是，当这些钢板运抵中国后，经过层层检测，它们的各项性能指标竟然全部不达标。无论是抗拉强度、延伸性能，还是冲击韧性，数据都远远低于预期要求。更让人费解的是，这些数据与日本方面提供的技术资料也存在巨大差距。双方反复进行了多次复检，结果都一致，不合格率高达100%。日本代表固执地认为问题出在中国的检验技术上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为了彻底查明事实真相，三峡工程决定再次送样进行第三方检测，结果再次证实这批日本提供的钢材质量严重超出了合同要求，根本无法满足三峡大坝的使用标准。面对如此铁一般的证据，嚣张跋扈的日方代表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误。他们试图在谈判桌上动一些小手脚，企图从中博取更多利益。但三峡工程师们显然早有准备，他们毫不退缩，坚持要在公开公正的环境下进行联合检测。当日方代表终于被迫来到检测现场时，他们竟然提出要在自己选定的实验室进行检测。三峡工程师们当即识破了这一阴谋，坚决要求必须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进行检验。最终，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，日方不得不承认问题的存在，并同意全部退回这批有质量问题的钢材。多亏了三峡工程师们的火眼金睛，正是他们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严重质量缺陷，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，维护了中国工程建设的尊严。